搬家那天，我特意选了个工作日，上午10点，搬家公司的货车停在单元楼下，3个年轻小伙子扛着纸箱上上下下，我站在楼道里指挥着，汗水顺着脖梗滑下来。6月的阳光毒辣，空气里飘着梧桐树的味道。女士，这个要吗？搬家工人举着一个相框问我。我扫了一眼，那是俊宇5岁时的照片，穿着背带裤，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。照片里还有他爸，我们一家3口站在游乐场门口。不要了，我移开视线。工人愣了愣，把相框扔进了垃圾袋。就在这时，我感觉到一道灼热的视线，抬起头就看见对面4楼的窗户边，我婆婆正趴在窗台上，双手扶着窗框，盯着我看。6月的阳光打在她脸上，她眯着眼睛，嘴角带着笑。那种笑容我太熟悉了，18年来，每次我做错事，每次我顶嘴，每次我跟他儿子吵架，他都会露出这种笑容，带着轻蔑，带着嘲讽，带着我早就知道你撑不住的得意。我的手指攥紧了纸箱的封口。妈，最后一趟了，工人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转身进了屋。这套60平的2居室是我和前夫结婚时买的婚房，18年了，从墙上的裂纹到厨房的油渍，每一处都印着我的痕迹。客厅里空荡荡的，只剩下一些大件家具。我没要，那些东西上沾染了太多不想回忆起的时光。这个柜子要搬吗？工人指着儿童房的书柜。不要。书柜上还贴着俊宇小学时的奖状，3好学生，优秀班干部，数学竞赛1等奖。我曾经骄傲地给每一张奖状塑封，端端正正地贴在最显眼的位置。现在看来多么讽刺。我从包里掏出钥匙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房间。俊宇的床还铺着他最喜欢的篮球图案床单，书桌上放着他高考前用过的笔筒。高考结束到现在已经2个月了，他一次都没回来收拾过自己的东西。走吧，我对工人说。下楼的时候，我又看见了婆婆，她还保持着那个姿势，趴在窗台上，笑眯眯地看着我。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，她的表情带着一种胜利者的姿态。我没有看她，径直上了货车副驾驶。师傅，开车吧。车子发动了，我透过后视镜看着那栋楼越来越远。婆婆还站在窗边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座雕像。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我看了一眼屏幕，前夫打来的，我按掉了。紧接着，婆婆的电话也打进来，我继续按掉。之后的1个小时里，手机持续震动。我看了一眼通话记录，前夫打了12个，婆婆打了8个，甚至连前夫的姐姐也打了3个，我一个都没接。货车在新租的小区门口停下，这是一套40平的开间，在城南，离我的公司很近。房东是个年轻姑娘，见我搬家东西不多，还很诧异。姐，你就这些行李啊？够用了，我付了搬家费，开始整理东西。傍晚时分，我终于把所有物品归置好。站在窗前，我看着楼下的街道，这里没有人认识我，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，没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。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俊宇。我盯着屏幕上儿子2个字，手指悬在接听键上，最终还是按掉了。离婚协议书就放在茶几上，前天刚从民政局拿到的。我打开来，看着上面的条款，房子归男方，存款平分，儿子已满18岁，无需约定抚养权。
18年的婚姻，最后只剩下一张薄薄的纸。我倒了杯水，坐在窗边。夜幕降临，这座城市亮起了万家灯火。我的手机屏幕又一次亮起，来电显示还是婆婆。我关掉了手机。今天之前，我还是那个隐忍的妻子，委曲求全的儿媳，任劳任怨的母亲。但从今天开始，我只想做我自己。很多人问过我，为什么要等儿子高考完才离婚？说起来可笑，因为我怕影响他的前途。俊宇从小成绩就好，从幼儿园到高中，一路都是重点学校。我和他爸省吃俭用，把所有的资源都倾注在他身上。他爸常年在外地跑业务，一年到头见不了几面。照顾俊宇的重担全落在我身上，每天早上6点起床做早餐，晚上陪他写作业到深夜，周末带他上各种补习班。我记得俊宇上初2那年，有一次发高烧，烧到39度5。那天他爸在外地谈项目，婆婆说自己腰疼不能出门。我一个人背着他，从4楼一路跑到医院，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。挂完急诊，已经是凌晨2点。俊宇迷迷糊糊地说：“妈，我渴。”我去走廊的自动售货机买水，回来的路上碰见了婆婆的牌友张姨。她上下打量我，说：“你们家俊宇妈啊，这是干什么了？头发乱得跟疯婆子似的。”我没解释，端着水回了病房。那时候我就明白了，在婆婆眼里，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我是儿媳，是俊宇的妈，照顾家人是天经地义。但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婚。真正让我下决心的是去年冬天的一件事。那天我下班回家，发现俊宇和他爸在客厅里吵架。俊宇说想报考外地的大学，他爸坚决不同意，说必须留在本地，方便照顾奶奶。你妈一个人拉扯你这么大，你就不能体谅体谅她吗？他爸指着婆婆说。婆婆坐在沙发上，眼泪汪汪地说：“俊宇啊，奶奶就你这一个孙子，你要是去了外地，奶奶可怎么活啊？”俊宇沉默了。我站在门口，突然觉得心里特别堵。俊宇18年的努力，难道就是为了困在这座城市，困在这个家里吗？那天晚上我失眠了，躺在床上，听着旁边他爸的鼾声，我想起了结婚前的自己。我本科毕业于一所还不错的大学，学的是财务管理。毕业那年，我拿到了一家外企的 offer， 月薪8000，在当时已经算很高了。但他爸说，女孩子不用那么拼，找个稳定的工作就行。婆婆也说，外企加班多，以后怎么照顾家庭？我妥协了，去了一家国企做会计，工资不高，但清闲。结婚后，婆婆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。她说是来帮忙带孩子，实际上是来监督我的。我做什么她都要管，买菜要管，说我不会挑；做饭要管，说我放盐太多；打扫卫生要管，说我擦玻璃不干净。我忍着，毕竟是长辈，毕竟他是为了帮我带孩子。但后来我才发现，他根本没帮我带过孩子。俊宇小时候每次哭闹，他就说：“你妈呢？让你妈来哄。”俊宇摔倒了，他就说：“你妈怎么看孩子的？这么不小心。”俊宇生病了，他就说：“肯定是你妈没给穿够衣服。”所有的责任都是我的，所有的功劳都是他的。到了俊宇上小学，婆婆更是每天接送，逢人就说：“这孩子全靠我带大的，他妈天天上班，哪有时间管孩子？”我听了无数次这样的话，从最初的委屈到后来的麻木。
但我从没想过要反驳。我想，只要俊宇好好的，只要这个家还算完整，一切都值得。直到去年那个冬夜，我躺在床上，突然意识到，我为这个家牺牲了18年，到头来，连儿子的未来都要被牺牲掉。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第二天，我去找了律师。律师是个40多岁的女人，听完我的情况，问了一句：“你为什么现在才来？”我说：“我想等儿子高考完。”她点点头，理解。不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孩子已经18岁了，他的想法可能跟你不一样。我说我知道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我一边照常生活，一边偷偷准备离婚的材料。我把存款转到了自己的账户，整理了这些年的家庭开支记录，咨询了房产分割的问题。我做得很小心，没有让任何人察觉。高考前1个月，俊宇压力很大，我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饭，陪他聊天缓解压力。有一天晚上，他突然问我：“妈，你和我爸会不会离婚？”我愣住了。不会，你好好考试，我说。俊宇盯着我看了几秒钟，说：“我听见奶奶跟我爸说，你最近不太对劲。”我的心一紧，但还是保持着平静。没有的事，奶奶多心了。俊宇没再说什么，低头继续做题。高考那2天，我比俊宇还紧张。考完最后一科，我去考场门口接他，他看见我，只是淡淡的说了句：“回家吧。”我想问他考得怎么样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当天晚上，俊宇跟他爸和奶奶出去吃饭庆祝，没叫我。婆婆说：“你留在家里做饭吧，我们在外面吃点好的。”我站在厨房里，听着他们出门时的说笑声，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。3天后，我提出了离婚。他爸震惊了，婆婆暴跳如雷。她指着我的鼻子骂：“你这个丧门星！儿子刚高考完，你就要拆散这个家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”我没说话，只是递上了离婚协议书。房子我不要，存款对半分，其他的我也不争。我说。他爸看着协议书，脸色铁青：“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”我冷笑：“你要这么想，随便你。”接下来的2个月，家里就像战场。婆婆每天骂我，他爸冷暴力，俊宇对我避而不见，但我不在乎了。办完离婚手续那天，我走出民政局，看着手里的离婚证，突然觉得天空格外蓝。离婚后的第3天，我接到了俊宇的电话：“妈，你真的搬出去了？”他的声音听不出情绪。我站在新家的阳台上，看着楼下的街道。“你有新地址吗？我得知道你住哪儿。”我报了地址，他在那头沉默了几秒钟：“这么远，你上班不方便吧？”“还好，地铁半小时。”“哦。”他顿了顿：“那没事了。”我挂了。电话那头传来嘟嘟的忙音，我盯着手机屏幕发呆。这是离婚后俊宇第1次主动联系我。我原本期待着他会说点什么，哪怕是抱怨几句，或者问问我过得好不好，但他什么都没说。晚上，我在公司加班，财务部要做季度报表，我埋头在电脑前整理数据。同事小雨端着咖啡走过来：“姐，这么晚还不走？再等等，这个报表明天要交。”小雨看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：“姐，你最近气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”我摇摇头：“没事，就是搬了个家，有点累。”小雨是个聪明姑娘，没有多问。她放下咖啡，说：“那你早点休息，别太累了。”等她走后，我端起咖啡，看着窗外的夜景。
这座城市灯火通明，但属于我的光亮在哪里呢？回到家已经是晚上10点。我煮了碗泡面，坐在小餐桌前刷着手机。朋友圈里，婆婆的牌友王姨发了条动态：有些人啊，翅膀硬了就想飞，也不想想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。下面一堆人点赞，还有人评论：就是现在的女人啊，一点都不知道感恩。我看着这条动态，知道是在说我。我点开王姨的主页，把她删除了。手机又响了，是个陌生号码。喂，请问是俊宇妈妈吗？我是他班主任徐老师。我一愣，徐老师，您好。是这样的，俊宇的高考成绩出来了，考得很不错。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志愿填报的事。我的心一紧，他考了多少分？652分，超出一本线92分。以这个成绩，可以冲一冲顶尖的985大学了。徐老师的声音里带着喜悦。我握着手机，眼眶有点发热。俊宇从小到大，每一次考试成绩出来，都是我第一个知道。这次高考成绩，居然是老师先打电话告诉我的。俊宇他知道成绩了吗？我问。知道了，不过他说想留在本地上大学。我觉得有点可惜，所以想跟您商量一下。以他的分数，完全可以去更好的学校。我沉默了几秒钟。徐老师，这是您跟他爸爸商量吧？我已经离婚了。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。那我跟他父亲联系吧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沙发上，久久没有动。652分，这是俊宇18年努力的结果，也是我18年陪伴的见证。但现在，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第二天中午，我在公司食堂吃饭，手机突然收到一条微信，是俊宇发来的：妈，我准备报本地大学。我盯着这条消息，手指悬在键盘上，不知道该怎么回复。最后，我只打了2个字：好的。发送之后，我看着聊天框，等着他继续说点什么，但他没有。下午开会的时候，我一直心不在焉，主管点了我2次名，我才回过神来。会后，主管把我叫到办公室：怎么回事？最近工作状态很不对。对不起，我会调整的。主管看着我，叹了口气：我知道你最近私事比较多，但工作还是要做好。你也不想被扣绩效吧？我点点头，回到工位上，开始整理下午的工作。晚上下班，我去超市买了点菜。收银员是个年轻姑娘，看着我的购物车笑着说：阿姨，您就买这么点啊？够吃吗？我看了看购物车里的东西：1袋米，2根黄瓜，1盒鸡蛋，1包挂面。够了，我一个人住。收银员愣了一下，没再说话。回到家，我做了个简单的晚餐，炒了盘黄瓜鸡蛋。坐在餐桌前，看着对面空荡荡的椅子，我突然想起以前一家3口吃饭的场景。俊宇总是坐在我对面，婆婆坐在他旁边，他爸坐在我旁边。婆婆会给俊宇夹菜，说多吃点，长身体呢。俊宇会说够了奶奶，我自己来。他爸会低头吃饭，偶尔说一句少玩手机，好好吃饭。而我会起身去厨房盛汤、端菜、收拾碗筷。那时候我觉得吵闹，觉得累。现在安静了，却觉得空荡荡的。手机又响了，是俊宇他爸。我接了起来：喂，志愿填好了，就报本地大学。他的语气很生硬。哦，还有，以后俊宇的事你就别管了。
我捏着手机，指节发白，他是我儿子。你离婚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他是你儿子？他冷笑一声，现在知道了。晚了。我挂断了电话。接下来的一周，家里出奇的安静。俊宇没再联系我，他爸也没打电话。我每天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，做饭吃饭，像一台机器。直到一个周五的晚上，我在小区门口碰见了婆婆的邻居刘姨。哎呦，这不是俊宇妈妈？刘姨走过来，上下打量着我，听说你搬出来了，住在这儿啊？我点点头，刘姨好。啧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好好的家不要，非要折腾。刘姨摇着头，你知道俊宇现在怎么样吗？天天在家闷闷不乐的，你这个当妈的就不心疼？我的心一紧，他怎么了？还能怎么样？你走了，他能高兴吗？刘姨叹了口气，不过也是，男孩子嘛，跟爸爸亲一点也正常。你啊，就别想太多了。说完，刘姨摆摆手走了。我站在原地，突然觉得胸口很闷。俊宇闷闷不乐，是因为我离婚吗？我拿出手机，给俊宇发了条微信，在干嘛？过了半小时，他才回打游戏。我盯着这2个字，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最后我打了一句，少玩点，对眼睛不好。俊宇没回。第二天是周末，我在家打扫卫生。中午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是个快递员打来的。您好，您有个快递，但地址写的是之前的旧地址，请问您现在在哪里？我给您送过去。什么快递？是录取通知书。我的手一抖，手机差点掉在地上。录取通知书？对，是本市大学寄来的。您看您方便收吗？我报了新地址，快递员说半小时后送到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沙发上，心跳得很快。俊宇的录取通知书怎么会寄到我这里？半小时后，门铃响了。我打开门，快递员递过来一个大红色的信封，您签收一下。我接过信封，手指都在发抖。信封上印着大学的校徽，收件人写的是俊宇的名字，地址却是我们以前的旧地址。快递员走后，我关上门，把信封放在茶几上，盯着看了好久。我该怎么办？打电话给俊宇，还是直接送过去？正想着，手机响了，是婆婆打来的。我看着屏幕上婆婆2个字，犹豫了几秒钟，还是按掉了。紧接着手机又响了，还是她。我继续按掉。电话像疯了一样，一个接一个的打进来。婆婆，俊宇他爸，俊宇。我看着通话记录，一个都没接。下午3点，手机已经显示未接来电35个。我把手机设置成了静音，坐在沙发上，看着茶几上的红色信封。这个信封代表着什么？我太清楚了。这是俊宇18年努力的结果，是他未来4年的大学生活，是他人生的新起点。但现在这个信封在我手里。我拿起信封，看着上面的地址。这是我们以前住的地方，俊宇从小长大的家。离婚后，那套房子归了他爸，按理说通知书应该寄到那里，但为什么会寄到旧地址？我突然想起来，填报志愿的时候需要填写邮寄地址。俊宇从小到大的学籍信息地址都是旧地址，也许他填志愿的时候没有改过来，但这说不通。他明明知道我已经搬走了，为什么不更新地址？除非……我的心一沉，除非他根本不知道要更新地址，或者有人故意不让他更新。
手机屏幕又亮了，是俊宇发来的微信：妈，你在家吗？我盯着这条消息，手指悬在键盘上。过了几分钟，他又发来一条：我想去你那儿一趟。我打字：有事吗？想跟你说点事。我看了看茶几上的信封，回复：好，你过来吧。1个小时后，门铃响了。我开门，看见俊宇站在门口。他穿着一件黑色 T 恤、牛仔裤，脚上是一双运动鞋。2个月没见，他好像瘦了一点。进来吧，我侧身让他进门。俊宇走进客厅，环顾四周，说：你这房子挺小的，一个人住够了。我倒了杯水递给他。俊宇接过水，没喝，放在茶几上。他看见了那个红色的信封，眼睛一亮：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。我点点头。俊宇伸手要拿，我按住了信封。等一下。他抬起头，疑惑地看着我。这个通知书为什么会寄到旧地址？我问。俊宇愣了一下：我不知道，可能是系统自动填的吧，我填志愿的时候没注意。真的吗？俊宇点点头，眼神有些躲闪。我盯着他看了几秒钟，松开了手。拿去吧。俊宇拿起信封，撕开封口，抽出里面的录取通知书。他看着通知书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本市大学计算机专业。我看着他的表情，心里突然涌起一阵酸楚。俊宇，你真的想留在本地吗？我问。俊宇抬起头：什么意思？以你的分数，完全可以去更好的学校。俊宇沉默了几秒钟，说：本地的学校也不错，而且奶奶年纪大了，我想留在这里照顾她。那我呢？我脱口而出。俊宇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妈，你不是已经搬出去了吗？我被这句话噎住了。是啊，我已经搬出去了。我选择了离婚，选择了离开那个家。在俊宇眼里，我是那个抛弃家庭的人。俊宇，妈妈离婚不是不要你。我说。我知道。俊宇低下头，但你离开的时候也没问过我的意见。我的胸口像被重重打了一拳。你觉得妈妈应该怎么做？我问。俊宇沉默了很久，说：我不知道，反正现在这样挺好的，你有你的生活，我有我的生活。说完，他站起身：我走了，谢谢你把通知书给我。我送他到门口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。关上门的那一刻，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请了年假，一个人待在家里。我不想上班，不想见人，不想说话。我只是坐在沙发上，盯着窗外发呆。小雨发微信问我：姐，你还好吗？我回复：还好，就是有点累。小雨说：那你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随时找我。我道了谢，关掉了手机。那几天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我这18年的付出到底值不值？我为了这个家，放弃了更好的工作机会。我为了俊宇，放弃了自己的业余时间。我为了维持家庭和睦，忍受了婆婆18年的冷嘲热讽。到头来，我得到了什么？一纸离婚证，一个40平的出租屋，还有一个对我冷漠的儿子。手机又响了，是前夫打来的。我接了起来，没说话。俊宇说：通知书在你那儿，你给他了。他的语气很冲。给了。下次这种事直接打电话给我，别让俊宇跑来跑去。我冷笑：他是我儿子，我给他通知书需要经过你同意。你还知道他是你儿子？离婚的时候怎么不想想？他提高了音量。
我挂断了电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婆婆的电话打进来，我直接按掉了。她连续打了5个，我全都按掉。最后她发来一条短信：你这个丧门星，等着瞧吧。我看着这条短信，突然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年假结束，我回到了公司，主管看见我，皱着眉说：脸色这么差，生病了？没事，就是没休息好。主管叹了口气：你啊，也该想开点，离都离了，往前看吧。我点点头，坐回工位，开始处理积压的工作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小雨凑过来：姐，晚上一起吃饭吧，我请你。不用了，我不太想出去。别这样嘛，出去散散心。小雨拉着我的手撒娇，我看着他热切的眼神，最后还是点了头。晚上，我和小雨去了公司附近的一家川菜馆。小雨点了一堆菜，说：姐，多吃点，你都瘦了。我夹了口菜放进嘴里，却觉得索然无味。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小雨担心地看着我。我摇摇头，没事。你骗谁呢？我认识你3年了，从没见你这样过。小雨放下筷子，是不是家里出事了？我沉默了几秒钟，说：离婚了。小雨愣住了。啊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上个月。小雨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姐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，但我觉得既然离了，就说明这段婚姻本来就有问题。放下吧。我笑了笑，我知道，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，特别是儿子。离婚1个月后，我以为自己已经适应了新生活，每天按时上下班，周末去超市买菜，晚上做饭、看电视、睡觉，日子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直到那个周6的下午，我在家里收拾东西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个陌生号码。喂，是俊宇妈妈吗？我是他的同学家长，我姓周。我愣了一下，周女士您好，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下周6是俊宇的生日，几个同学想给他办个生日聚会，我们想邀请您来参加。我的心一紧，俊宇的生日是7月28号，我怎么会忘记？在哪里办？我问。就在俊宇家里，他爸爸说可以在家里聚。周女士说，不过我们打电话给您，是想问问您方不方便来，毕竟您是他妈妈。我握着手机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去吗？去了，要面对前夫和婆婆；不去，俊宇会怎么想？我再想想，我说。好的，那您想好了跟我说。周女士说完，挂了电话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盯着手机发呆。俊宇的生日，18年来我从来没有错过。他1岁生日，我给他做了个小蛋糕，他用手抓着蛋糕往嘴里塞，弄得满脸都是奶油。他5岁生日，我带他去游乐场，他第1次坐过山车，吓得哇哇大哭，下来后却说还想再玩一次。他10岁生日，我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，他骑着车在小区里转了一整天。他15岁生日，我问他想要什么礼物，他说什么都不要，只想好好学习。每一个生日都有我的陪伴，但今年我还能去吗？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俊宇还是个小孩子，穿着背带裤，牵着我的手，仰着头问我，妈妈，你会一直陪着我吗？我蹲下来摸着他的头说，会的，妈妈会一直陪着你。俊宇笑了，露出2颗小虎牙。然后梦境突然变了，俊宇长大了，站在我面前，冷冷地看着我，
你骗人。我想解释，但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。俊宇转身走了，越走越远，最后消失在一片白雾中。我醒来的时候，枕头已经湿了一片。第二天，我去了商场，给俊宇挑选生日礼物。我在电子产品区逛了一圈，看见一款他一直想要的耳机。我拿起来，看着价格牌，1999元。我的工资不高，每个月除去房租和生活费，剩不下多少。但这是俊宇的生日，我还是决定买下来。结账的时候，收银员问我要包装吗？要。收银员拿出精美的礼盒，把耳机装了进去，系上蝴蝶结。我捧着礼盒走出商场，突然觉得心里踏实了一点。但回到家，我又开始犹豫，我该怎么把礼物送给俊宇？直接去生日聚会吗？我拿出手机，给周女士发了条微信，谢谢您的邀请，但我可能不方便去，麻烦您帮我把礼物转交给俊宇，可以吗？周女士很快回复，当然可以。不过，您确定不来吗？俊宇应该会想见您的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咬了咬嘴唇。真的吗？俊宇真的想见我吗？最后，我还是回复，确定。谢谢您。周六那天，我把礼物交给了周女士。她接过礼物，看着我说，其实俊宇挺想您的。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下午3点，我坐在家里，看着时钟一分一秒的走。现在生日聚会应该已经开始了吧？俊宇在干什么？他收到我的礼物了吗？他会喜欢吗？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俊宇发来的微信。我的心跳加速，赶紧打开。妈，谢谢你的礼物。短短7个字，却让我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我打字，生日快乐，儿子。发送之后，我盯着屏幕，等着他回复，但他没有再回消息。晚上10点，手机又响了，是前夫打来的。喂，我接了起来。你今天为什么不来？他的语气很不满。我觉得不方便。不方便？你是他妈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他冷笑一声，还是说你根本就不在乎他？我捏着手机，努力压制着怒火。我再不在乎，用不着你来评判。那你今天为什么不来？俊宇一直在等你。我愣住了，他在等我。废话，前夫提高了音量，他3点钟就开始看手机，一直到5点，你都没来。最后我妈说，你肯定是不来了，他才死心。我的心像被揪住了一样。你要是真在乎他，就多来看看他，别整天躲在你那个破出租屋里。前夫说完，挂断了电话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手机从手里滑落。俊宇在等我，他一直在等我，但我没去。我以为他不想见我，我以为我的出现只会让场面尴尬，我以为的一切都是错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给俊宇打了电话，响了很久才接通。喂，俊宇的声音带着睡意。俊宇，昨天对不起，我说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，没事。我不是不想去，我只是觉得，我知道。俊宇打断了我，你不用解释。俊宇，你能出来吗？妈妈想见你。今天不行，我跟同学约好了。那明天呢？明天再说吧。俊宇说。我挂了，还困着呢。电话挂断了，我看着手机屏幕，心里空荡荡的。接下来的1周，我每天都给俊宇发微信。今天天气热，多喝水。晚上早点睡，别熬夜。周末有空吗？
妈妈想请你吃饭。但他的回复永远只有几个字，知道了，看情况吧。直到周五晚上，我下班回家，在小区门口又碰见了刘姨。哎呦，俊宇妈！刘姨热情地走过来，好久不见啊！我点点头，刘姨好。听说俊宇生日那天你没去，刘姨压低声音，你这个当妈的也太狠心了吧，孩子多失望啊！我没说话。刘姨继续说，不过也是，你都离婚了，还管那么多干嘛？俊宇现在有他爸和奶奶照顾，你就别操心了。说完，刘姨摆摆手走了。我站在原地，突然觉得很累。每个人都在指责我，都在说我狠心，说我不负责任。但有谁问过我为什么要离婚？有谁问过我这18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没有人在乎。回到家，我打开冰箱，里面空空荡荡的。我突然不想做饭了，点了个外卖，坐在沙发上等。手机响了，是俊宇发来的微信。妈，明天我去找你。我愣了一下，赶紧回复，好，什么时候？下午2点吧。好，妈妈在家等你。发送之后，我的心情突然好了起来。也许一切还有机会，也许我和俊宇的关系还能修复。第二天，我一大早就起来了，打扫卫生，整理房间，去超市买了俊宇爱吃的菜。回到家，已经是中午12点。我开始准备午饭，红烧排骨、糖醋里脊、清蒸鲈鱼，都是俊宇从小爱吃的菜。1点半，所有菜都做好了。我换了件干净的衣服，坐在客厅里等。时钟指向2点，门铃准时响了。我打开门，看见俊宇站在门口。他还是那身打扮，黑色 T 恤、牛仔裤、运动鞋。来了，我笑着说。俊宇点点头，走进客厅。他看见餐桌上的菜，愣了一下，你做了这么多？都是你爱吃的，我说，快坐下吃吧。俊宇坐下来，拿起筷子，夹了块排骨。他吃了一口，说，还是这个味道。我的心一暖，好吃就多吃点。俊宇没说话，低头继续吃。吃饭的时候，气氛有些沉默。我想找话题聊，但又不知道说什么。俊宇，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去学校报到？我问。下个月初。那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需要买什么东西吗？不用，奶奶都给我准备好了，俊宇说。我点点头，又陷入了沉默。吃完饭，俊宇帮我收拾碗筷。我说不用，他坚持要帮忙。洗碗的时候，我站在他旁边，看着他的侧脸。他真的长大了。当年那个需要我抱着哄睡的小男孩，现在已经比我高出一个头。妈，俊宇突然开口。你过得还好吗？他侧过头看着我。我的鼻子一酸，还好。你呢？我也还好。俊宇擦干手。妈，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件事。我的心一紧。什么事？俊宇沉默了几秒钟，说，我准备开学后住校，周末也不回家。我愣住了，为什么？我想专心学习，不想被家里的事情影响。俊宇低着头，而且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。你有你的生活，我有我的生活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像被刀割一样。俊宇，是不是妈妈做错了什么？我问。俊宇抬起头，眼神复杂。妈，你没做错，只是我需要一点时间。时间？多久的时间？我不知道。俊宇说，反正我现在不想面对这些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
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。俊宇看了看表，我该走了。这么快？还有点事。俊宇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妈，谢谢你今天做的饭。说完，他打开门走了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。关上门的那一刻，我终于忍不住蹲在地上哭了起来。我以为我们的关系能修复，我以为见一面就能让一切变好，但我错了。俊宇心里的那道墙比我想象的要高得多。接下来的2周，我试着让自己忙起来，主动加班，周末去健身房，晚上看书学习。我想用这些事情填满我的时间，不让自己有时间去想俊宇。但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想起他。想起他小时候，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我讲故事。想起他上小学后，每次考试都要第一个跑来告诉我成绩。想起他上初中后，开始有了自己的小秘密，但还是会跟我分享学校的趣事。那些美好的回忆，现在想起来都像刀子一样扎在心上。8月20号，俊宇发来一条微信：妈，我明天去学校报到了。我立刻回复：需要妈妈送你吗？过了半小时，他才回：不用，我爸会送我。我盯着这条消息，眼泪又掉了下来。第2天，我请了假，一个人待在家里。我知道，此刻俊宇正在学校办理入学手续，他会认识新的同学，开始新的生活。而我只能在这个40平的出租屋里，想象着他的样子。下午3点，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喂，请问是俊宇的妈妈吗？我心里一紧，是的，您是？我是本市大学招生办的工作人员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发现俊宇的录取通知书邮寄地址跟他的家庭住址不一致，请问您能确认一下他目前的实际居住地址吗？我愣了一下，不一致。对，我们系统里显示的地址是区街号，但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区街号，这2个地址不一样。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，前一个地址是我和前夫离婚前住的地方，后一个地址是我现在的租房地址。等等，录取通知书是寄到我这里的，那为什么系统里显示的地址是旧地址？请问这个地址是什么时候录入系统的？我问。填报志愿的时候，考生会填写邮寄地址。俊宇填的就是区街号，工作人员说，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快递公司把通知书送到了另一个地址。我的手开始发抖。那快递单上的地址是谁改的？这个我们不清楚，可能是快递公司的失误。工作人员说，我们打这个电话主要是想确认一下学生目前的实际居住地，方便后续寄送材料。我报了前夫家的地址，挂断了电话。坐在沙发上，我的脑子一片混乱。俊宇填的地址是旧地址，但通知书却寄到了我这里。这不是快递公司的失误，有人故意改了地址。但为什么要把通知书寄到我这里？我突然想起俊宇拿到通知书那天，他眼神里那一瞬间的躲闪。我突然想起婆婆搬家那天她在窗台上的笑容。我突然想起前夫说俊宇生日那天一直在等我。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心头。我立刻拿起手机，给那个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回拨过去。您好，我想问一下，邮寄地址可以修改吗？可以的，在系统里修改就行，但需要考生本人或者家长的账号登录。那如果有人知道账号密码，是不是就能改地址？
理论上是可以的，工作人员说，但我们一般建议考生自己妥善保管账号密码，避免出现这种情况。挂了电话，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。有人改了俊宇的邮寄地址，让通知书寄到我这里。那个人是谁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手机突然响了，是婆婆打来的。我看着屏幕，犹豫了几秒钟，接了起来。喂，你死哪儿去了？打你电话怎么不接？婆婆的声音尖锐刺耳。有事吗？我尽量保持平静。有事，当然有事。婆婆提高了音量。俊宇去学校报到了，学校说还有些材料没收到，需要补寄。你把东西给我送过来。什么材料？就是那个什么档案袋。婆婆支支吾吾的，反正学校说要。你赶紧送过来。我的心一沉，档案袋不是应该在俊宇手里吗？本来是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好像落在你那儿了。婆婆的语气有些慌乱。我突然明白了，落在我这儿。我冷笑一声，我这儿什么都没有。你胡说，肯定在你那儿。婆婆急了，你赶紧找找。我说了，没有。我说，如果有，我早就给俊宇送去了。婆婆气得说不出话。就在这时，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前夫的声音，让我来说。电话被抢了过去，前夫的声音响起，你到底有没有？学校催得很急。我没有。我说，你们自己的东西，问我干什么？不可能。前夫说，那天俊宇去你那儿拿录取通知书，档案袋肯定也在。我的脑子突然清醒了。你们是不是故意的？我问。什么故意的？你在说什么？前夫的语气有些心虚。你们故意把录取通知书寄到我这里，就是想让俊宇收不到，错过报名时间，对不对？电话那头沉默了。我的手攥得更紧了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别乱说。前夫的声音有些发抖。谁会做这种事？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通知书会寄到我这里？为什么档案袋也在我这里？我的音量越来越高。你们是不是想毁了俊宇的前程？你疯了！前夫吼了一声，挂断了电话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浑身发抖。手机又响了，还是婆婆。我接了起来，没说话。你听着，婆婆的声音阴沉沉的，你最好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我让你后悔。我没有东西。我说，就算有，我也不会给你们。婆婆气得挂断了电话。接下来的2个小时，手机响个不停。婆婆打了15个电话，前夫打了10个，甚至连俊宇也打了5个，我一个都没接。我坐在沙发上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他们到底做了什么？档案袋真的在我这里吗？我站起身，开始翻找家里的每一个角落，柜子、抽屉、床底、阳台。最后，我在书架的最底层找到了一个牛皮纸袋。我颤抖着手打开，里面是俊宇的学籍档案。档案袋的封口已经被撕开了。我的心脏像被重重打了一拳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第2天一早，我拿着档案袋去了本市大学。招生办在行政楼2楼。我敲开门，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老师抬起头：“您好，有什么事吗？”我是俊宇的妈妈，来补交档案材料的。我把档案袋递过去。女老师接过来，打开看了看，皱起眉头：“这个档案袋怎么被拆开了？”我不知道。我说。女老师仔细检查了一遍，说材料倒是齐全的，不过按规定，档案袋应该是密封状态。这个已经被拆开了，
我需要向上级汇报一下。我的心一紧，会有什么问题吗？不好说，女老师说，你先留个联系方式，有消息我通知你。我留下电话，走出行政楼，站在校园里，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，我突然觉得很累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档案袋会在我这里？为什么会被拆开？我拿出手机给俊宇打了电话，响了很久，终于接通了。喂，俊宇的声音很冷淡。俊宇，档案袋我送到学校了，我说。哦，但是我犹豫了一下，档案袋被拆开了，学校说可能会有问题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，俊宇突然提高了音量，你把档案袋拆开了？不是我，我急忙解释，我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拆开的了。你骗人！俊宇的声音里带着怒气，那个档案袋明明是密封的，除了你，还有谁会拆开？我真的没有，我的眼泪掉了下来。俊宇，你要相信妈妈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俊宇冷笑一声，你离婚的时候也没想过我的感受，现在又搞出这种事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俊宇，别叫我。俊宇打断了我，我不想再听你解释了，以后我的事你别管了。说完，他挂断了电话。我站在原地，手机从手里滑落，周围的学生好奇地看着我，我慌忙捡起手机，转身离开了校园。回到家，我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发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明明什么都没做，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指责我？手机又响了，是前夫打来的。我接了起来。你满意了？前夫的声音充满了怒火。你把档案袋拆开了，现在俊宇可能会被取消入学资格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没有拆开。我坐起身，那个档案袋我发现的时候就是拆开的。你还在狡辩！前夫吼道，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想毁了俊宇的前程，因为我们离婚了，你就想报复我们。我没有，我也吼了起来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是我儿子。那你说，档案袋为什么会在你那里？为什么会被拆开？前夫质问道。我被问住了。是啊，为什么档案袋会在我这里？我明明没有拿过，除非是有人故意放在我这里的。你听着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我怀疑有人故意陷害我。陷害你？前夫冷笑，你以为你是谁？谁会费这个心思陷害你？我不知道是谁，但我一定会查清楚。我说。别查了。前夫的语气突然变得平静，你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以后也别再来打扰俊宇了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跟俊宇的母子关系到此为止了。前夫冷冷地说，他已经成年了，有权决定跟谁来往，而他选择的不是你。说完，他挂断了电话。我握着手机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到此为止，18年的母子关系就这样到此为止了。不，我不能接受，我一定要查清楚真相。我打开电脑，开始回忆整件事的经过。首先，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我这里，招生办说系统里显示的地址是旧地址，但快递单上的地址却是我现在的地址。这说明有人在快递寄出前把地址改了。那个人是谁？谁知道我现在的地址？前夫、婆婆、俊宇，还有谁？我突然想起搬家那天，婆婆趴在窗台上看着我笑，那种笑容像是在看一场好戏。她知道什么吗？我又想起那天俊宇来拿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
他的眼神有些躲闪。他也知道什么吗？我拿起手机，给俊宇的班主任徐老师打了电话。徐老师，您好，我是俊宇的妈妈。哦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想问一下，俊宇填报志愿的时候是在哪里填的？在学校的机房，我们统一组织的。徐老师说。怎么了？那当时有人在旁边吗？有啊，我们几个老师都在现场指导。徐老师顿了顿，不过您问这个干什么？我沉默了几秒钟，没什么，就是想了解一下。谢谢您。挂了电话，我陷入沉思。如果俊宇是在学校填的志愿，那他的账号密码应该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但如果有人知道了他的密码，就可以登录系统修改邮寄地址。那个人会是谁？手机突然响了，是招生办的女老师打来的。你好，俊宇妈妈，关于档案袋的事，我们跟上级汇报了。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结果怎么样？学校决定从轻处理，不影响俊宇的入学。但需要重新封装档案袋，并且要求家长写一份情况说明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好的，我什么时候去写？明天上午来一趟吧。好的，谢谢您。挂了电话，我终于放下了心，至少俊宇的入学不会受影响。但真相我还是要查清楚。晚上我失眠了。躺在床上，脑子里反复回放着这段时间发生的事。突然，我想起了一个细节。俊宇拿录取通知书那天，他说要去我这里，但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地址的？我报地址的时候，只告诉过周女士，还有那个招生办的工作人员。俊宇是从哪里知道的？除非他早就知道。我猛地坐起身，打开手机，翻出之前跟俊宇的聊天记录。果然，俊宇第一次问我地址的时候，我还没告诉他，他就说我想去你那一趟。这说明他那时候已经知道我的地址了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突然想起搬家那天，我在楼下装货，婆婆趴在窗台上看着。他会不会把我的地址告诉了俊宇？但为什么要告诉他？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，他们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，故意把录取通知书寄到我这里，然后污蔑我拆开了档案袋，让俊宇彻底恨我。这样的话，俊宇就会完全站在他们那边，跟我断绝关系。我的后背发凉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他们也太狠毒了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去了学校，写了情况说明。女老师看了看，点点头，行，您签个字。我签了字，把笔还给她。俊宇妈妈，我想问一句。女老师看着我，您跟孩子的父亲是不是离婚了？我愣了一下，是的。女老师叹了口气，我就说嘛，一般来说，档案袋不会无缘无故出问题，大多都是家庭出了矛盾。我苦笑，是啊，不过您放心，这件事不会影响俊宇的。女老师安慰我，孩子上大学了，会慢慢成熟的，等他想明白了，自然会理解您的。我点点头，没说话。走出行政楼，我看见俊宇站在不远处，他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转身要走。俊宇，我喊住了他。俊宇停下脚步，但没有回头。我走过去，站在他面前，俊宇，妈妈想跟你聊聊。没什么好聊的，俊宇低着头。档案袋的事真的不是妈妈做的，我说，妈妈发誓，我真的没有拆开过。俊宇抬起头，眼神冰冷，那你说是谁做的？我不知道，我说，但我怀疑。怀疑什么？俊宇盯着我，
怀疑我爸，还是怀疑奶奶？我被他的眼神刺痛了。俊宇，你为什么就不相信妈妈呢？因为证据都指向你。俊宇冷冷地说，录取通知书在你那里，档案袋也在你那里，现在出了问题，除了你还能是谁？但妈妈真的没有做。我的声音里带了哭腔。俊宇看着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过了很久，他说，妈，我不想再吵了，你就当我不孝吧。说完，他转身走了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从学校回来后，我请了1周的病假。主管在电话里说，你最近状态确实不好，好好休息吧。我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俊宇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心上。你就当我不孝吧。他真的这么想吗？他真的觉得是我做了那些事吗？手机突然响了，是小雨打来的。姐，你还好吗？主管说你请病假了。我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姐，你别骗我。小雨的声音很担心，你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沉默了几秒钟，眼泪又掉了下来。小雨，你说一个人付出了所有，到头来却什么都得不到，是不是特别失败？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，小雨说，姐，你在家等我，我马上过来。半小时后，门铃响了。我开门，小雨提着一袋水果和零食站在门口。姐，我来陪你。她走进来，看见我红肿的眼睛，心疼地说，别哭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跟我说说。我把最近发生的事，从离婚到录取通知书，再到档案袋，全都告诉了她。小雨听完，气得拍桌子，这也太过分了，明摆着就是有人陷害你。但我没有证据。我说，所有人都觉得是我做的。那就去找证据。小雨说，姐，你不能就这么认了。可是我该从哪里找？我看着他，我连从哪里开始都不知道。小雨想了想，说，首先，那个录取通知书的地址是被人改的，对吧？我点点头。那就从这里入手。小雨拿出手机，我有个朋友在快递公司工作，我可以帮你查查那个快递的详细信息。我的眼睛一亮，真的吗？当然。小雨拨通了电话，喂，大刘吗？我是小雨，帮我查个快递。10分钟后，小雨挂了电话，皱着眉说，姐，我朋友说那个快递的地址确实被改过，而且是在寄出前1天改的。我的心一紧，是谁改的？系统显示是俊宇本人修改的。小雨说，但我朋友说，这个修改是通过手机操作的，只要有账号密码，任何人都可以改。那就是说，有人知道俊宇的账号密码，偷偷改了地址。对。小雨点点头。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会不会是俊宇的爸爸或者奶奶做的？我也怀疑过。我说，但我没有证据。那就想办法拿到证据。小雨说，姐，你不能就这么放弃，为了你自己，也为了让俊宇知道真相。我看着小雨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小雨，谢谢你。跟我客气什么？小雨拉着我的手，走，我们去吃饭。你都瘦成什么样了？晚上，小雨陪我吃了饭，又陪我聊了很久，直到10点才离开。送走小雨后，我坐在沙发上，开始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。如果真的是前夫或者婆婆做的，我该怎么证明？突然，我想起一个人，周女士。俊宇生日那天，是她打电话邀请我的。她跟前夫和婆婆应该比较熟，也许我可以从她那里问到点什么。
第二天，我给周女士打了电话。周女士，您好，我是俊宇的妈妈。哦，您好。周女士的声音很客气，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想请您帮个忙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俊宇最近跟我的关系有点紧张，我想了解一下他在学校的情况。您方便跟我说说吗？周女士沉默了几秒钟，这个不太好吧？俊宇爸爸说过，让我们不要跟您多说他的事。我的心一沉，为什么？他说您跟他们离婚了，以后俊宇的事就不用您操心了。周女士的语气有些为难。周女士，俊宇是我儿子，我努力压制着怒火，不管我跟他爸离没离婚，这个事实都不会改变。我明白，但是周女士叹了口气，您也知道，俊宇奶奶那个人不太好相处，如果他知道我跟您说了什么，肯定会找我麻烦。我听出了他的顾虑，周女士，我保证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是您告诉我的，求您了。周女士犹豫了很久，终于说，那好吧，不过我也不知道太多，就是听说什么？听说俊宇填志愿的时候，他奶奶一直在旁边看着。周女士说，而且填完之后，他还让俊宇把账号密码告诉了他，说是怕他填错了。我的心跳加速，然后呢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周女士说，不过我觉得挺奇怪的，一般家长不会要孩子的账号密码吧？是挺奇怪的，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。周女士，还有别的吗？哦，对了，周女士突然想起什么，上个月我去您前夫家玩，听见他奶奶在打电话，他好像是在跟快递员说什么地址的事，说是要改个地址。当时我还纳闷，改什么地址啊？我的手攥得更紧了，他具体说什么了？我没太听清楚，就听见他说就改到这个地址，然后报了一串门牌号。周女士说，我当时也没在意。您还记得那个门牌号吗？不记得了，太久了。周女士说，不过如果您真想查，可以去问快递公司。好的，谢谢您。我说完，挂了电话。我坐在沙发上，脑子里飞快地转着。婆婆要了俊宇的账号密码，又打电话改地址，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，是她做的。但为什么？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突然想起搬家那天，婆婆趴在窗台上的笑容，那种笑容不是幸灾乐祸，而是胜利者的笑容。她早就计划好了一切，让录取通知书寄到我这里，然后让俊宇来拿，同时把档案袋也放在我这里，再偷偷拆开。这样一来，所有人都会认为是我做的，俊宇会恨我，前夫会骂我，所有人都会指责我，而他就可以彻底把俊宇留在身边。我的后背发凉，这个老太太心思怎么这么歹毒？手机响了，是俊宇发来的微信，妈，明天我想去你那儿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俊宇要来，为什么突然要来？我回复，好，什么时候？下午2点。好，妈妈在家等你。发送之后，我陷入了沉思。俊宇这次来会是为了什么？是来质问我的吗？还是……算了，不管他为什么来，我都要把真相告诉他。第二天下午，俊宇准时到了。我开门，看见他站在门口，表情严肃。进来吧，我说。俊宇走进客厅，坐在沙发上，没说话。我倒了杯水递给他，他接过来，还是不说话，气氛有些尴尬。俊宇，你找妈妈有事吗？我打破沉默。俊宇抬起头，看着我，犹豫了很久，才说，妈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
什么事？档案袋的事真的不是你做的吗？他的眼神里带着探究。不是，我坚定地说，妈妈对天发誓，不是我做的。俊宇盯着我看了很久，说，那你知道是谁做的吗？我犹豫了一下，我有怀疑的对象，但没有确凿的证据。是谁？俊宇，妈妈不想说。我说，因为那个人跟你很亲。俊宇的脸色变了，你是说奶奶？我没说话，算是默认了。俊宇突然站起身，激动地说，不可能，奶奶不会做这种事。俊宇，你冷静一下。我也站了起来，妈妈知道你不愿意相信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你有什么证据？俊宇盯着我，你凭什么污蔑奶奶？我没有污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俊宇，你还记得填志愿的时候，奶奶有没有要过你的账号密码？俊宇愣了一下，他是要过，但那是因为他怕我填错。那之后呢？他有没有用你的账号登录过系统？我不知道。俊宇的声音有些发虚。俊宇，录取通知书的地址是被人偷偷改的。我说，而改地址的人必须知道你的账号密码。除了你，还有谁知道？俊宇沉默了。而且档案袋也是有人故意放在我这里的。我继续说，那天你来拿录取通知书，有没有带档案袋？俊宇皱着眉，我记不清了。你肯定没带。我说，因为档案袋一直在你爸那里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偷偷放到了我这里。俊宇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俊宇，你仔细想想，这一切是不是太巧合了？我看着他，录取通知书寄到我这里，档案袋也在我这里，然后档案袋被拆开了。所有人都认为是我做的，但妈妈问你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俊宇低下头，不说话。妈妈没有理由毁掉你的前程。我的声音有些哽咽，你是妈妈的儿子，妈妈怎么舍得伤害你？俊宇抬起头，眼眶有些发红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奶奶故意陷害你？我不知道她的目的是什么。我说，但我知道，她一直不希望我们母子关系好。俊宇沉默了很久，突然说，妈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你离婚是不是因为奶奶？我愣住了。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。不完全是，我说，但它确实是原因之一。俊宇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过了很久，他站起身，妈，我走了。这么快？我想自己静一静。俊宇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妈，对不起。我的眼泪瞬间掉了下来。俊宇，我误会你了。俊宇的声音有些发抖，我应该相信你的。说完，他打开门走了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既难过又欣慰。难过的是，我们之间的误会伤害了彼此；欣慰的是，俊宇终于愿意相信我了。俊宇走后，我一直在等他的消息，但他没有发微信，也没有打电话。我不敢主动联系他，怕打扰他思考。3天后，我接到了前夫的电话。你跟俊宇说什么了？他的语气很不好。我只是告诉他真相。我说，真相？前夫冷笑，你的意思是我妈陷害你？事实就是这样。你有证据吗？前夫质问道。俊宇的账号密码是你妈要的。我说，快递地址也是他改的，这些都是证据。胡说八道！前夫提高了音量。我妈要账号密码是怕俊宇填错，他怎么可能改地址？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录取通知书会寄到我这里？前夫被噎住了，过了几秒钟才说，那
那可能是快递公司搞错了。快递公司不会无缘无故搞错，我说，而且档案袋为什么会在我这里？为什么会被拆开？我怎么知道？前夫吼道，反正不是我妈做的。那就让他自己来解释，我冷静地说，让他告诉俊宇，他到底做了什么。前夫沉默了，过了很久，他说，你别逼我。我没有逼你，我说，我只是想让俊宇知道真相。真相？前夫冷笑，你就是想挑拨我们的关系，你就是想让俊宇恨我们。如果你们问心无愧，为什么怕他知道真相？我反问道。前夫被问住了，气急败坏地挂了电话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心里反而平静了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该做的我也做了，接下来就看俊宇自己的选择了。当天晚上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。喂，你就是俊宇的吗？一个尖锐的女声传来。我一听就知道是婆婆。有事吗？我冷冷地说。你跟俊宇说了什么？你这个丧门星！婆婆破口大骂。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，离婚了还不消停，非要来搅和我们家。我只是告诉了俊宇真相。我说，真相？婆婆冷笑，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做的？周女士听见你打电话改地址，我说，快递公司也有记录，显示是从俊宇的账号登录修改的，而他的账号密码只有你知道。电话那头沉默了。过了很久，婆婆的声音响起，那又怎么样？我愣住了，什么？我说，那又怎么样？婆婆的语气突然变得理直气壮，我是她奶奶，我做什么都是为了她好。我被这番话气得说不出话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？婆婆继续说，你就是想让俊宇去外地上学，离开我们。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所以你就故意让录取通知书寄到我这里。我强忍着怒火，你就是想让俊宇恨我。对，婆婆毫不掩饰，我就是要让他知道你这个当妈的有多狠心，连他的前程都要毁。我被气得浑身发抖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我为什么不能？婆婆冷笑，俊宇是我从小带大的，他必须留在这里，留在我身边。你这个外人有什么资格插手？我是他妈，我吼了出来。妈！婆婆嗤笑一声，你配吗？你为他做过什么？还不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的。我告诉你，俊宇永远都是我的孙子。婆婆的声音里带着疯狂，他不会去外地，不会离开我。你死了这条心吧。说完，她挂断了电话。我握着手机，整个人都在颤抖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婆婆设计的。她故意改了地址，让录取通知书寄到我这里。她故意把档案袋放在我这里，还偷偷拆开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俊宇恨我，让他留在本地，留在他身边。这个老太太心思怎么能这么歹毒？手机响了，是俊宇发来的微信。妈，我都知道了。我的手一抖，赶紧回复，知道什么了？奶奶承认了。俊宇发来一条很长的语音，刚才我爸跟奶奶吵架，我在旁边听见了。他说，录取通知书和档案袋的事都是他做的，他就是想让你背黑锅，让我恨你。我的眼泪瞬间掉了下来。妈，对不起。俊宇的声音里带着哭腔，我错怪你了，我应该相信你的。我打字的手在颤抖。没关系，只要你知道真相就好。可是我已经伤害你了。俊宇说，我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，我真的是个不孝子。不是的，俊宇，我赶紧回复，你不是不孝，你只是被蒙蔽了。
妈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看着这句话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傻孩子，妈妈怎么会怪你？我打字，你永远都是妈妈的儿子。那天晚上，我和俊宇聊了很久。他告诉我，那天他从我这里离开后，一直在想我说的话。他想起了很多细节，填志愿的时候，奶奶一直在旁边看着，还非要他的账号密码。录取通知书下来的时候，奶奶第一个知道，还主动说要帮他查地址。档案袋的事更是疑点重重，明明应该在他爸那里，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我这里。所有的疑点串联起来，都指向一个人，奶奶。但我不敢相信，俊宇说，我不敢相信奶奶会做这种事。直到今天，我亲耳听见他承认了。俊宇，奶奶这么做是因为她太爱你了。我说，她怕你离开她。可她不应该用这种方式。俊宇的声音里带着愤怒，她不应该伤害你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说，我们往前看吧。妈，我想搬出来住。俊宇突然说。我愣了一下，为什么？我不想再跟他们住在一起了。俊宇说，我想一个人住，或者跟你住。我的心一暖，好，你想怎么样都行。那我明天就搬过来。俊宇说，妈，你那里还有空房间吗？我看了看这个40平的开间，说，有，妈妈给你收拾出来。第二天，俊宇真的搬过来了。他带了一个大行李箱，里面装着衣服和日常用品。就这些，我看着那个箱子，够了。俊宇说，其他的东西我不想要了。我帮他收拾房间，把客厅的一角用帘子隔开，放了张折叠床。委屈你了，我说。不委屈。俊宇笑了，能跟妈妈住在一起，我很开心。我的眼眶又红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桌子菜，俊宇吃得很香，一个劲的夸我做饭好吃。妈，我以后要天天吃你做的饭，他说。好，妈妈天天给你做，我笑着说。吃完饭，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俊宇突然说，妈，你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后悔离婚。俊宇看着我，如果你不离婚，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。我想了想，摇摇头，不后悔。如果我不离婚，可能会发生更糟糕的事。什么事？我可能会疯掉。我苦笑。俊宇，你知道妈妈这18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俊宇摇摇头。妈妈每天都在忍耐。我说，忍耐奶奶的冷嘲热讽，忍耐你爸的冷漠，忍耐所有的委屈和不公。我以为只要我忍着，这个家就能维持下去。但我错了。为什么错了？因为忍耐换不来尊重。我看着俊宇，只会换来更多的索取和伤害。俊宇沉默了很久，说，妈，对不起，我以前不理解你，现在理解就好。我摸着他的头，俊宇，你要记住，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活得开心，不要为了别人委屈自己。俊宇点点头。那天晚上，我睡得特别安稳，因为我知道我的儿子回来了。俊宇搬过来住之后，家里突然热闹了起来。每天早上，我给他做早餐，他会帮我洗碗。晚上我下班回来，他已经把饭做好了。妈，我今天学了个新菜。他端着一盘番茄炒蛋，你尝尝。我尝了一口，笑着说，味道不错，有妈妈的风范了。俊宇得意的笑了。但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，前夫就打来了电话。你让俊宇搬回来。他的语气很强硬。俊宇已经成年了，他有权决定住在哪里。我说，他还在上学，他就应该跟家人住在一起。前夫吼道，我也是他的家人。
我冷静地说，而且他现在住得很好。你前夫被噎住了，过了几秒钟才说，我妈想见俊宇，那让他自己给俊宇打电话。我说完，挂断了电话。晚上，俊宇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一眼，皱起眉头。是奶奶，他说。接吧，我说。俊宇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起来。喂，奶奶。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，俊宇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我不回去，他说，我现在住得很好。电话那头的声音更大了，我在旁边都能听见婆婆在哭。奶奶，你别哭。俊宇有些烦躁，我周末会去看你的。但婆婆还在哭，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。俊宇听着听着，突然冷静地说，奶奶，如果你还是这样，我以后都不去看你了。说完，他挂断了电话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有些担心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俊宇把手机扔在沙发上。妈，我不想理他了。俊宇，他毕竟是你奶奶。我说，有些事可以不原谅，但也不要太决绝。可他做的事太过分了。俊宇说，他差点毁了我的前程，还让你背黑锅，我怎么能原谅他？我拉着俊宇的手说，俊宇，妈妈理解你的愤怒，但你要知道，他这么做确实是因为太爱你了，只是方式错了。爱我？俊宇冷笑，这叫爱吗？这叫控制。我沉默了。俊宇说的没错，婆婆对他的爱确实变成了控制。妈，你知道吗？俊宇突然说，小时候我特别崇拜奶奶，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奶奶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慢慢发现她对你不好。俊宇的眼睛有些发红，她总是在背后说你的坏话，说你不会做家务，说你不会带孩子，说你配不上我爸。我的心一紧。我那时候还小，不懂事，也跟着他一起说你。俊宇的声音有些哽咽，妈，对不起。傻孩子，那时候你不懂。我摸着他的头。可我现在懂了。俊宇抬起头看着我，我现在才知道这些年你有多不容易。奶奶一边享受着你的付出，一边在背后诋毁你，而我还傻傻的相信他。俊宇，妈，我真的很后悔。俊宇的眼泪掉了下来。如果我早点明白这些，也许你就不会那么痛苦了。我抱住了俊宇，不是你的错，都过去了。那天晚上，俊宇跟我说了很多以前的事。他说，小时候每次我加班，婆婆都会跟他说，你妈不要你了，只有奶奶疼你。他说，每次我跟前夫吵架，婆婆都会说，都是你妈的错，她就是个泼妇。他说，高考前，婆婆一直在他耳边念叨，千万别去外地，去了外地，奶奶就见不到你了。我听着这些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原来这么多年，婆婆一直在孩子面前抹黑我。原来俊宇对我的疏远，都是被他一点一点洗脑的结果。妈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。俊宇说，奶奶根本不是爱我，她只是想把我绑在身边，满足她的控制欲。我没说话，只是抱着俊宇。第二天，前夫又打来电话，俊宇，奶奶病了。他的语气很急，你赶紧回来看看。俊宇接过电话，冷冷地说，什么病？心脏病犯了，现在在医院。前夫说，你快回来。俊宇看了我一眼，我点了点头。我马上过去。俊宇说完，挂了电话。我陪着俊宇去了医院。婆婆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。看见俊宇进来，她的眼睛一亮，伸手要抓他。俊宇，奶奶的乖孙子。他的声音很虚弱。俊宇站在床边，没有动。奶奶，
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没什么大碍，就是心脏不太好。婆婆说，俊宇，你能不能搬回来住？奶奶想你。俊宇沉默了几秒钟，摇了摇头，我不会搬回来的。婆婆的脸色瞬间变了，你要气死奶奶吗？奶奶，我不是要气你。俊宇说，我只是想过自己的生活。可你跟那个女人住在一起，奶奶不放心。婆婆指着我，声音尖锐起来。妈，你别激动。前夫赶紧按住她。我不激动。婆婆挣扎着，俊宇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凭什么要跟他住？他有什么资格？她是我妈。俊宇冷冷地说，这就是资格。婆婆愣住了，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俊宇，你这是要跟奶奶断绝关系吗？我没有要断绝关系。俊宇说，但我也不会再被你控制。奶奶，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也应该有我的生活。说完，俊宇转身走了。我跟着他出了病房。走廊里，俊宇靠着墙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妈，我是不是太绝情了？他问。不是，我摸着他的头，你只是在保护自己。可我看见奶奶哭，心里还是很难受。俊宇说，俊宇，你要记住一件事。我认真地看着他，有些人的眼泪不是因为伤心，而是因为没有达到目的。俊宇愣了一下，然后点了点头。我们离开了医院。回家的路上，俊宇一直很沉默。我知道他心里还是有些不忍，毕竟婆婆确实陪伴了他很多年，但我也知道这是他必须经历的成长。他需要学会分辨什么是真正的爱，什么是以爱为名的控制。晚上，我做了俊宇最爱吃的糖醋排骨。多吃点，我给他夹菜。俊宇吃了一口，突然说，妈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没有放弃我。俊宇看着我，如果是我，可能早就放弃了。傻孩子，我的眼眶又红了。你是妈妈的儿子，妈妈怎么会放弃你？那天晚上，我和俊宇聊了很多。他跟我说了他对未来的规划，说想好好学习，将来找个好工作，让我过上好日子。我听着，心里暖暖的。我知道我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，不是物质上的回报，而是情感上的连接。我和俊宇终于真正的成为了彼此的家人。俊宇搬出来住了1个月后，前夫又找上门来。这次他带来了律师。我要申请变更俊宇的监护权。前夫坐在客厅里，面无表情地说，他已经成年了，不存在监护权的问题。我冷静地说，但他还在上学，经济上还依赖父母。律师说，我们认为俊宇目前的生活环境不利于他的成长。我看着前夫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房子太小了。前夫环顾四周，俊宇连个独立的房间都没有，而且你的收入不高，能给他提供好的生活条件吗？我的手攥紧了。俊宇在这里住得很好。他说好，只是为了迁就你。前夫冷笑，他是我儿子，我了解他。他也是我儿子。我提高了音量。那我们就法庭上见。前夫站起身，我会证明你没有能力抚养俊宇。说完，他带着律师走了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晚上，俊宇回来了，我把白天的事告诉了他。他疯了吗？俊宇气得脸都红了。我都成年了，他还想控制我。俊宇，如果真的要打官司，我犹豫了一下，也许你跟他们住确实会更好。妈，你在说什么？俊宇抓着我的手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可是这房子确实太小了。我的眼泪掉了下来。妈妈没本事，给不了你好的生活。
谁说的？俊宇擦掉我的眼泪。妈，我住在这里很开心。真的？可你爸说，我不在乎他说什么。俊宇坚定地说，妈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知道我想要什么。我看着俊宇，心里涌起一阵暖流。好，我说，那我们就一起面对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咨询了律师，律师告诉我，俊宇已经成年了，可以自己决定跟谁住，除非能证明我的生活环境严重影响到他的学习和生活，否则法院不会支持前夫的诉求。不过，你最好还是改善一下居住条件，律师建议，毕竟孩子还在上学，需要一个好的学习环境。我点点头。那天晚上，我开始算账。这些年，我的存款不多，除去离婚时分的那一部分，再加上这几个月的工资，一共也就10万出头。如果要租个大一点的房子，一个月至少要3000，而我现在的工资扣掉社保之后也就5000多。租了房子，再加上日常开销和俊宇的学费，根本剩不下什么。我坐在桌前盯着账本发呆。突然手机响了，是小雨打来的。姐，在干嘛呢？算账。我苦笑。怎么了？遇到麻烦了？小雨担心地问。我把前夫要打官司的事告诉了他。什么？小雨气得直跳脚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！俊宇都成年了，他还想干嘛？他说我这里条件不好。我叹了口气，确实，这房子太小了。那就换个大点的啊。小雨说，姐，你现在有多少存款？10万出头。够了。小雨说，我有个朋友在中介公司工作，我让他帮你找找，肯定能找到合适的。可是大房子租金贵，别担心，先找到再说。小雨打断了我，姐，你要相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第二天，小雨的朋友就给我打来了电话。他说，城北有一套2室1厅，70平，月租2800，房东急着出租，可以给我优惠。我去看了房子，房子虽然有点旧，但采光不错，而且离俊宇的学校很近。就这套吧，我当场决定了。签合同的时候，房东是个50多岁的阿姨，她看着我说，姑娘，我能问一句吗？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？我点点头。阿姨叹了口气，不容易啊。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带孩子，那个苦啊，说不完。现在您孩子长大了吧？我问。长大了，也成家了。阿姨笑了，现在日子好过多了，所以你也别灰心，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。我的眼眶有些发热，谢谢您。不用谢。阿姨拍拍我的手，好好过日子，孩子会记得你的好的。搬家那天，俊宇请了假来帮忙。他看着新房子，眼睛一亮，妈，这房子不错啊。你喜欢就好。我笑着说，这是你的房间，你自己布置。俊宇走进房间，转了一圈，说，妈，这房子是不是很贵？还好，我没告诉他，为了租这个房子，我把这几个月的奖金都搭进去了。妈，等我毕业了，我一定好好工作，让你住大房子。俊宇认真地说。我摸着他的头，好，妈妈等着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在新家做了第1顿饭。俊宇做了他的拿手菜番茄炒蛋，我做了红烧肉。2个人坐在餐桌前，俊宇举起杯子，妈，祝我们在新家生活愉快。我也举起杯子，祝我们越来越好。杯子碰在一起，发出清脆的声音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。但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，前夫就找上门来了。他站在门口，
看着这套新房子，脸色阴沉。你哪来的钱租这么好的房子？他质问道。这不用你管，我说。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前夫冷笑。不然你哪来的钱？我气得浑身发抖。你胡说什么？不是吗？前夫逼近我。你一个月就挣那点工资，凭什么租得起这么好的房子？我有存款，我吼了出来。我这些年的存款还不够租个房子吗？前夫被我的气势镇住了，后退了一步。存款？他冷笑。你存款不是都在我那里吗？那是我们共同的存款。我说，离婚的时候不是分了吗？前夫沉默了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，算你狠。不过你别以为这样就能赢。法庭上见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了。我关上门，靠着墙慢慢滑坐在地上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？为什么我想给儿子好一点的生活，也要被质疑？就在这时，俊宇回来了。他看见我坐在地上哭，赶紧蹲下来。妈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擦掉眼泪。妈妈没事。是不是我爸又来找麻烦了？俊宇皱着眉。我点点头。俊宇咬着牙，他怎么能这样？妈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欺负你的。俊宇，如果法庭真的判你跟他住，我看着俊宇，你就去吧。妈妈不怪你。不可能，俊宇坚定地说，我已经成年了，我有权决定跟谁住，法庭也不能强迫我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俊宇拉着我的手，妈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我看着俊宇，心里涌起一阵暖流。我的儿子真的长大了。1周后，法庭开庭了。前夫的律师列举了一大堆理由，说我的经济条件不好，居住环境不适合俊宇。但俊宇站了出来。法官，我想说几句，他说。法官点了点头，请说。我已经成年了，我可以自己决定跟谁住。俊宇看着前夫，我选择跟我妈妈住，不是因为她有多少钱，也不是因为她能给我提供多好的条件，而是因为她是真正爱我的人。前夫的脸色变了。这些年，我妈为了我放弃了很多，她放弃了更好的工作机会，放弃了自己的业余时间，放弃了自己的人生。俊宇的声音有些哽咽，而我却一直不理解他。我误会他，伤害他，甚至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，选择了站在别人那边。法庭里一片安静。我不是一个好儿子，俊宇继续说，但我妈妈从来没有怪过我，她还是一如既往的爱我，包容我，支持我。这样的妈妈，我为什么不跟她住？说完，俊宇看着我，眼里含着泪。我的眼泪也掉了下来。法官敲了敲法锤，安静。然后他看着前夫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前夫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都没说。法官宣布，鉴于俊宇已经成年，有自主选择的权利，本庭尊重他的意愿，驳回原告的诉求。走出法庭，俊宇抱住了我。妈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，他说。傻孩子，我拍着他的背，只要你好，妈妈就不委屈。那天晚上，我和俊宇去吃了顿好的。俊宇举起杯子，妈，我们胜利了。我也举起杯子，是啊，我们胜利了。但我知道，这场胜利的意义不仅仅是赢了官司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和俊宇之间终于没有了隔阂，我们终于成为了彼此真正的依靠。3年后，初夏的阳光透过窗帘洒进客厅，我坐在沙发上翻着一本杂志，手机响了。妈，我到楼下了。我赶紧站起身，
走到阳台上往下看，一辆出租车停在楼下，俊宇提着行李箱下了车。他抬起头，看见我，挥了挥手。我笑着也挥了挥手。几分钟后，门铃响了。我打开门，俊宇站在门口，晒得有点黑，但精神很好。妈，他放下行李箱，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回来了，我拍着他的背，瘦了。没瘦，壮了。俊宇笑着说，妈，你也瘦了。我这是减肥成功，我打趣道。俊宇提着行李进了屋，环顾四周，家里没什么变化啊。你才离开1年，能有什么变化？我说，饿了吧？妈妈给你做了红烧肉。太好了，俊宇搓着手，我想死妈妈做的红烧肉了。吃饭的时候，俊宇跟我说了很多学校的事。他说，大学这几年他学到了很多，也成长了很多。妈，我找到实习工作了，他说，在一家互联网公司，待遇还不错。那太好了，我很高兴。而且我攒了点钱。俊宇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妈，这是给你的。我愣了一下，给我干什么？我这几年做兼职攒的。俊宇说，妈，你为我付出了太多，现在轮到我报答你了。我的眼眶有些发热，傻孩子，你的钱自己留着。妈，你就收下吧。俊宇把卡塞进我手里，我已经长大了，该我照顾你了。我握着那张卡，眼泪掉了下来。妈，你别哭啊！俊宇赶紧给我擦眼泪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妈妈是高兴，我笑着说，高兴你终于长大了。吃完饭，俊宇帮我洗碗。妈，我爸和奶奶还好吗？他突然问。我愣了一下，你想去看他们吗？俊宇沉默了几秒钟，点了点头，毕竟是亲人。那明天去吧，我说，妈妈陪你。不用了，俊宇摇摇头，我自己去就行。有些话我想单独跟他们说。第二天下午，俊宇出门了，他去了前夫家。我坐在家里，心里有些忐忑，不知道婆婆会说什么，前夫会说什么。晚上7点，俊宇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我紧张地问。还行。俊宇坐下来，奶奶老了很多，头发全白了。他说什么了？他哭了。俊宇说这几年一直想我，希望我能常回去看看。那你答应了吗？答应了。俊宇点点头，不过我跟他说了，我现在有自己的生活，不会像以前那样听他的话了。他怎么说？他没说什么，只是一直哭。俊宇叹了口气，妈，我觉得他其实挺可怜的。我沉默了。是啊，婆婆确实挺可怜的。她这辈子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控制别人上，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什么都抓不住。那你爸呢？我问。他也老了，俊宇说，头发也白了不少。他问我过得好不好，我说挺好的。然后他就没说什么了。我点点头，没再多问。那天晚上，俊宇跟我聊了很久。他说这几年他想了很多，他想通了一件事，家人之间最重要的不是血缘，而是彼此的理解和尊重。妈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俊宇看着我，如果我早点懂事，你就不会那么辛苦了。不辛苦。我摸着他的头，只要你好，妈妈就不辛苦。妈，我以后会好好照顾你的。俊宇认真地说，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妈妈现在就过得很好。我笑着说，确实，我现在过得很好。虽然还是住在这个不大的房子里，虽然工资还是不高，虽然生活还是有些拮据，但我有俊宇，有自己的生活，有自己的尊严，这就够了。1个月后，我收到了一个快递，
打开一看，是一条项链，还有一张卡片。卡片上写着：妈，母亲节快乐！谢谢你这些年的付出，我爱你，俊宇。我握着那条项链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这么多年，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，我终于等到了儿子对我说我爱你。这么多年的委屈，这么多年的付出，这么多年的坚持，都值了。我走到阳台上，看着楼下的街道，阳光洒在身上，暖暖的。我想起了3年前搬家那天，婆婆趴在窗台上看着我笑的场景。那时候她以为她赢了，但现在我知道，真正的赢家不是控制了谁，而是放下了执念，找回了自己。我打开手机，给俊宇发了条微信：妈妈也爱你。几秒钟后，俊宇回复了一个拥抱的表情。我笑了。这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母亲。不是因为我有多少钱，也不是因为我住多大的房子，而是因为我终于和儿子成为了彼此真正的家人。我们之间再也没有误会，没有隔阂，没有伤害，只有爱，只有理解，只有彼此的陪伴。人生不易，但只要心中有爱，就能熬过所有的苦难。这是我用18年的隐忍，3年的坚持换来的领悟，也是我想对所有女性说的话。不要为了别人委屈自己，不要为了所谓的家庭和睦放弃自己的尊严。你值得被爱，值得被尊重，值得拥有自己的人生。当你真正爱自己的时候，才能教会孩子什么是真正的爱。窗外阳光正好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